山之中，清晨总是来得格外缓慢。神仙顶被厚重的雾气包围，像一层看不见尽头的屏障，把世界分割成现实与未知的两端。他站在那里，脚下是潮湿的岩石，眼前是模糊的远方。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也没有人关心他要去哪里。他只是安静地站着，像一颗尚未发芽的种子，在等待一个属于自己的时刻。那一刻，他并不特别。他没有耀眼的天赋，也没有可以依赖的背景。他拥有的只是一种模糊却顽固的信念，他要走出去。山的静谧让人容易停留，也让人容易放弃。但他没有。他清楚地意识到，如果一直留在这里，人生就会像这些雾一样，渐渐消散在无人知晓的角落。于是，他迈出了第一步。这一步很轻，却极其重要，因为它意味着告别熟悉，也意味着拥抱未知。他不知道未来会有多少风雨，但他选择相信，前方一定有属于自己的路。山是他的起点，却从来不是他的归宿。离开山之后，他进入了最真实的人间——厨房。那是一个没有诗意的地方，只有油烟、热气与重复。每天，他站在炉火前，面对不断翻滚的锅，手中的动作机械而熟练。油溅到手背上，会留下短暂的刺痛，但他已经习惯，不再躲闪。厨房的世界很小，却很沉重。每一道菜，每一次翻炒，都像是在与生活本身对抗。他的衣服总是带着油烟味，那种味道很难洗掉，就像生活留下的痕迹。他曾经也想过，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会结束？但很快，他学会了不去问，因为他明白，逃避不会改变现实，只有接受才能继续前行。他开始在重复中寻找节奏，在疲惫中寻找平衡。慢慢的，他的心变得更加稳定。那些看似琐碎的日子，其实正在塑造一个更坚韧的他。他不再抱怨环境，而是调整自己。因为他知道，真正能改变命运的，从来不是环境，而是一个人面对环境时的态度。从厨房走出来，他站到了街头的摊位前。这里没有遮风挡雨的空间，只有最直接的现实。阳光炽烈，风带着灰尘不断吹来，落在他的头发和肩膀上。他一整天站着，与不同的人打交道。市井生活教会他另一种生存方式。顾客的情绪各不相同，有人冷漠，有人苛刻，也有人善意。但无论面对什么，他都必须保持冷静。他学会倾听，也学会在短时间内做出判断。这些经历没有浪漫可言，却极其真实。他不再是那个站在山顶仰望远方的人，而是一个在现实中不断调整自己位置的人。尘土覆盖了他的外表，却无法掩盖他内心的成长。他逐渐明白，真正的成熟不是远离生活，而是深入生活，在最普通的环境中依然保持清醒与坚定。他不再害怕被忽视，因为他知道所有的沉淀终将成为他未来的底气。人生中最艰难的部分，往往不是困难本身，而是无人陪伴的过程。他走过的那些路，没有观众，也没有掌声，每一步都只能依靠自己。有时候，他也会感到疲惫。夜深人静时，那些被压抑的情绪会悄然浮现，但他从不让这些情绪停留太久。他知道，一旦沉溺其中，就很难再走出来。他选择继续前行，哪怕步伐很慢，哪怕方向不够清晰，他依然不停止。因为他相信，真正重要的不是速度，而是坚持。他从不把自己的辛苦说出来，也不试图让别人理解。他更愿意把这些经历转化为力量，藏在自己的内心深处。这种沉默的坚持让他变得越来越强大。他不需要外界的认可，也不需要证明什么。他只需要知道自己没有停下，就已经足够。他的光从来不是耀眼的，那是一种微弱却稳定的光，在最黑暗的时候也没有熄灭。他不追求快速的成功，也不羡慕他人的光芒。他更关注的是自己是否在前进。他把信念当作支点，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找到平衡。很多时候，前路并不清晰，他也会怀疑，也会迷茫，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内心的那一点光。那是他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，也是他最真实的力量来源。他明白，
人生不是一场短跑，而是一场漫长的旅程。只有那些能够在黑暗中坚持前行的人，才能真正走到最后。于是，他继续走着，慢一点没有关系，走得稳才最重要。当机会来临时，往往伴随着不确定与挑战。深圳这座城市像一阵突如其来的风，打破了他原本平静却局限的生活。他决定离开熟悉的一切，去往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。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离开意味着风险，也意味着重新开始。但他没有犹豫太久，因为他知道，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，他可能会一直停留在原地。深圳的节奏很快，每个人都在奔跑。他刚到这里时，也曾感到不适应，但他没有退缩。他把过去的经历当作基础，把新的挑战当作成长的机会。风吹散了他过去的迷雾，也带来了新的方向。他开始重新认识自己，也重新定义未来。当他回望来时的路，才发现自己已经走了很远。山与海不只是2个地点，更是他人生的2个阶段。山教会他沉静与坚持，让他在孤独中找到力量；海教会他开放与前行，让他在变化中不断成长。他不再否认过去，也不再执着未来。他学会接受每一个阶段的自己，无论是脆弱还是坚强。成长的意义从来不是成为别人，而是成为更真实的自己。他逐渐理解，所有经历都是必要的。那些曾经的困难并没有阻碍他，反而让他走得更远、更稳。他的变化并不是突然发生的，而是在漫长的时间里悄然完成的。当别人试图从他的外表寻找故事时，却往往什么也看不出来。他的脸上没有刻意的坚强，也没有刻意的脆弱，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。但正是这种平静，才最有力量。他早已不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自己。曾经的他，或许也渴望被理解、被看见，但经历了那么多之后，他逐渐明白，一个人最重要的不是被多少人认同，而是是否真正了解自己。他开始把注意力从外界收回，转向内心。他问自己，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？我真正想走的路是什么？答案并不复杂，却需要时间去确认。他不再追求速度，也不再盲目比较。他更在意的是每一步是否踏实，每一个选择是否真实。他允许自己慢下来，也允许自己不完美，因为他知道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完美，而是不断接近真实的自己。他的光就藏在这种真实之中。那不是舞台上的聚光灯，而是一种内在的稳定，一种无论环境如何变化都不会轻易动摇的力量。他可以安静，也可以坚定，可以低调，也可以从容。在这个充满喧嚣与比较的世界里，他选择了一种看似不起眼却极其难得的生活方式，忠于自己。他不再被外界的标准定义，也不再用他人的成功衡量自己。他只是走着，一步一步走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。而这正是他最终给出的答案，不需要成为最耀眼的人，只需要成为那个始终没有失去自己光的人。感谢你看到这里。如果这个故事触动了你，希望你能从中获得一点力量。欢迎点赞，关注我的频道，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。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创作最大的动力。谢谢，我们下一个故事再见。